绝对没见过这么豪横的付款方式。男人将一袋子的军票哗啦啦的洒落在布店老板的眼前，这可把老板都给看懵了。而这些钱其实都是从鬼子那打劫来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购买白棉布。原来就在昨天，孙成海为了让独立团的战士能穿上新军装，于是便拉上了陈峰、石头一起商量，准备进趟县城。把你想好的办法说来听听吧。抢钱庄啊！进城抢鬼子奸商的钱庄，我费那劲干啥？直接抢布不完了吗？那布匹行都是老百姓自己开的，咱能抢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吗？这次孙成海的打算是悄悄潜入县城，目标就是抢鬼子的钱庄，等钱到手后便立马去购买白棉布，说不定还有一部分剩下的钱可以购买粮食。你别说这是个办法，但是按规矩是不是得先向上面汇报一下？你按规矩汇报了，这事儿还能整成吗？咱就到陵水县城隔壁办成土匪盖的，那谁也算不到八路头上。眼见孙成海连抢劫路线跟计划都想好了，而且擅自出去抢劫鬼子钱庄，这事也不适合让太多人知道。为了给独立团的战士们弄到新军装，于是陈峰跟石头便也答应了跟他一起行动。行，哎，但是动手之前啊，咱们得把这个计划定周详啊。放心吧，论指挥呢，我不如你。论劫的买卖，你照我还差400年。虽然孙成海他们打算瞒着大本市行动，可此时大本市在门外已经偷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但他知道孙成海他们也是为了给新兵弄军装，于是也没有阻止他们，只是单独又找到了陈峰。这几个人里面也就他办事最为妥当，大本市便让他多盯着点石头跟孙成海，不然这俩货一上头，准把整个陵水城都给翻个底朝天。看紧了，盯住，劝住，组织上要是追究下来，咱吃不了兜着走，是吧？你就知道了。我知道啥呀？咱这2天闹肚子，炕上躺着呢，外面出天大的事儿，该与独立团无关。就这样，第2天一早，陈峰他们就准备行动了。他们先安排大狗跟石头去钱庄后院放个火，等火燃烧起来后，顿时便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。而且他们在往后院赶的时候，还顺带叫走了看守钱庄的门卫，只留了一头鬼子把守。这也正好给了陈峰、孙成海一个绝佳的机会。2人连忙起身就准备进入钱庄，在轻松解决掉门口的一头鬼子后，当即进去就鸣枪示警，顿时吓得众人连忙都抱头蹲下了。我们是来求财的，想活命的都趴下！紧接着，孙成海便朝里面的掌柜扔了2个麻袋，要求他赶紧把钱都给装进去，而且还指定只要军票。没一会的功夫，2人便带着2袋子钱准备离开。然而此时外面的鬼子也反应了过来，气势汹汹的就朝2人追来。陈峰他们只好一路往前逃跑，可很快却发现鬼子越追越近。为了摆脱他们的追击，陈峰此时机智的选择扔掉自己手上的钱袋子，将里面的钱都给洒落的满天飞。顿时路边的百姓都慌忙捡钱，而这也恰好拦住了鬼子的去路。就这样，陈峰跟孙成海一路逃到了一棉布店，随后用鬼子的军票买下了这里所有的白棉布，并将这些棉布都带到了根据地的被服加工厂。这么多布料，你们是怎么弄的？知道啥叫趁火打劫？见孙成海说漏嘴了，陈峰连忙上前解释道：“这是他们把鬼子军需处烧了后，从那抢回来的棉布料。”这算打劫？我比你们2个人啊，就敢抢鬼子的军需库。是啊，独立团门人多呀，个个都是独行大侠。那有啥呀？哎，就是运气好了点。你说就这些布大概能做多少？见这3大包布连一个团的军服都做不了，孙成海又急了，连忙上前将人家的烟都给掐了。3大包布不够做1个团呢，足够2个团的了。放心，你们的军服要多少有多少。赶紧把烟点了，赶紧把烟点了。